和晋北川一同戰死沙場，死後才知道他是下凡渡劫的仙君。此女與我有因果，也帶回上界吧。我從戰功赫赫的女将軍，变成了九重天的洒扫侍女。後來晋北川的未婚妻把我扔進了神魔井。去死吧！死了就死了，一個凡人罷了。人人都以為我死透了，但是他們沒想到，我竟帶着一身殺戮鮮血爬回來了。九重天高高在上的神，也會怕死嗎？聽說了嗎？那個凡间帶回來的侍女死在神魔井了。死得好，那種凡人想成仙不知熬多少年。他平白得此機緣，竟還不知感恩北川上神。誰說不是？北川上神的逍遙谷仙气濃厚，咱們求都求不來。他倒好，還敢惹神女不快。這塊地沒人掃了，看着真不順眼。哼，那個凡人走了才清靜，北川上神身邊哪是他那種命格能待的？魏巡啊，你說你在人間是個女將軍，戎馬一生，如今你死无葬身之地，魂飞魄散在神魔井，這劍我就埋在樹下，也算你入土為安吧。将軍，沒劍了，援軍也不會來了。大周的將士只有戰死的魂，沒有跪着的骨。晉北川，怕不怕？能與將軍同死，北川死而無憾。今日便與山河共存亡。魏巡，你護佑大周百姓，於人間有潑天功德。按理說，你下一世本該托生於富貴人家，平安喜樂，順累一生。那為何我還沒去投胎？但可惜，你被帶去了上界，洗出了凡胎，你沒有下一世了。恭迎北川上神渡劫歸位。恭迎北川上神渡劫歸位。他不再是和我青梅竹馬的未婚夫了，他是高高在上的北川上神。此女與我有因果，也帶回上界吧。九重天的日子真不好过。晋北川，我想見你，問問能不能讓我走。可在這等級森嚴的九重天，我連靠近你的資格都沒有。魏巡啊，別看了，唉，在人間待了幾十年，對神仙這漫長浩蕩的壽命來說，也不過就是一眨眼的功夫。北川上神下凡的次數多了，見過的凡人比這樹上的葉子都多，能順手把你帶上天，在那位看來已經是天大的造化了。瞧瞧老樹我修行了整整800年才飛升，如今不也就在這兒守着個院子嗎？
靳北川，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那眼神平静的就像看一棵树，一塊石頭，毫無變動。這就是你在凡間帶回來的女子，聽說在人間是位女將軍呢，怎麼修行如此不濟，真是給逍遙谷丟臉。凡人沒有慧根，能成仙就是造化了。真是運氣好，碰上北川上神，他這種廢材竟然也能成仙，九重天的門檻真是越來越低了。對我來說是翻江倒海的風波，對他們來說真的只是隨口一說。上神目下無塵，哪裡會在意這些螻蟻般的非議？將軍，這先鋒之位務必留給北川，末將進北川，等着將軍分派任務。魏巡將軍天縱英才，能跟將軍上戰場，北川雖死無悔。我也努力修行過，但地仙想要進一實在太難。逍遙谷有很多天才地寶，司音有時會拿仙丹餵養靈蟲，而我這種低級小仙，若無故觸碰，便是死罪。老叔，我該如何修行？傻孩子，你也太天真了。只有先天神胎才能修行，咱們這樣的地仙上了九重天就是終點。我不信。老叔我當年在人間修行800年，做了數不盡的好事，攢了一生功德才換來這成仙的機會。結果呢，因為長得好，被司音神女挑中，送來這兒當個警官，一動不能動。一輩子困在這方庭院裡，不寂寞嗎？樹嘛，長在哪裡都行。但我不行，我魏巡從不認命。九重天，好一個九重天！我要將我受過的屈辱加倍奉還。我參加了幾次除魔任務，湊齊了領取仙丹的功德。這仙丹，我一定要拿到。我想要一枚洗魔丹。地仙用洗髓丹沒用，一枚洗魔丹洗不盡你身上的濁氣，你不如換增壽丹。你們地仙壽元有限，大家都來換這個，畢竟壽元一盡，可就是魂飛魄散。就洗髓丹吧。自尋死路。是不是自尋死路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大周的將軍魏巡從不苟且偷生。你想对我的靈寵做什麼？他搶了我的洗髓丹。不就是一枚洗髓丹嗎？瞧你那副要生要死的樣子，你一個地仙吃了這種東西，除了能讓你這副凡胎遭罪，還有什麼用？這可是上乘的養顏丹，你這種低賤貨色，哪怕去天之涯殺100個魔物，都未必能換回這一顆，賠給你倒是便宜你。養顏丹用了之後，就算到了壽命盡頭，肉體枯萎，這張臉也能保持貌美的樣子。可我要這張皮囊有什麼用？我要的是變強，我要的是殺回人間。算了，魏巡，因禍得福，這下子你就永遠不會老了。多少女仙求都求不來的福分。老樹我已經很老了，樹葉一年比一年落得多。這丹藥送你吧。我壽元快盡了，
吃了也没用。神女不让我随意出去，也不准我去天之涯除魔换仙丹，我就像这院子里的假山盆景，长到哪儿死到哪儿。成了仙，反倒不如在人间做棵野树自由。听说西方界有一棵神树，连上神见了都要行礼，一树就是一界，根扎大地，头頂星辰，多好！一树就是一界，多好！阿寻，记住喽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凭什么他们生来富貴，我們就得死在風雪裡？朱門酒肉臭，路有凍死骨。原來九重天也是這樣。乔健美，就是他，居然為了枚洗髓丹，想去攻擊司音神女的靈寵，真是大逆不道。該不會覺得跟北川上神有點凡間因果，就能在這九重天耀武揚威了吧？一個沒修行的地仙也不撒尿照照鏡子，真是不知感恩。要不是神女大度，她這種女人怎麼可能留在逍遙谷？早該打碎靈根扔下戒了。得罪了神女，在九重天寸步難行。魏巡，考核末等，剝奪本月靈石功績。魏巡，你这位置最危險，但也最能報效神女，好幹啊！哎呦，你可冻死我了！不是白天我不救你啊，在这逍遙谷到處是神女的眼線。哎，魏徐，你就不能忍忍嗎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頭，你忍上個幾十年，等大家把這事兒忘了，日子不就好過了？你怎麼就這麼犟呢？何必跟上仙硬碰硬？這寒醇水的滋味舒服嗎？不舒服。壞了，寒氣入骨，你這本來就是凡胎灼骨，這下更沒救了。別說我不講義氣啊，這是我攢了幾百年的家底，最後的一枚洗髓丹了。好歹能給你驅寒，別真死在這兒。救命的藥，地仙得攢幾百年。這九重天的命，分了3、6、9等。這氣息，真熟悉啊！原來他還記得我，悄悄放下一枚丹藥，卻又刻意留下自己的氣息，做好事不留名。你是想讓我看着這瓶子繼續對你感恩戴德才對。出來吧，我知道上神沒走。阿尋，你變了，你不該這樣跟我說話。那上神覺得我該怎麼說？跪下謝恩嗎？你不要跟司音作對，她是東方木界的神女，背後的勢力深不可測，你得罪不起。上神竟然還記得我，真讓我受寵若驚。阿尋，我待你成仙已是盡禮，東方木界除魔有功，九重天安危都仰賴司音父兄，你要明白我的難處。司音性子傲，他不許我跟別的女仙接觸。阿尋，你以後安分守己，不要鬧得太過，不然真出了事，我也護不住你。你就留在逍遙谷做個普通小仙，增壽丹我會定期給你送來，保你長生不老。以後你別給我添麻煩了。長生不老，到底是誰在給誰添麻煩？靳北川，你從沒問過我想不想成仙。九重天雖好，但我不屑。我是大周將軍，我的一生只能站着死，絕不跪着活。得罪了神女，
還想在天之涯除魔？在这儿死了，就说被魔物吞了，上神绝不会追究。贱人，竟然敢背着我勾引北川上神！你以为凡间几十年相伴，你在他眼里就独一无二了？阿寻，不，魏勋，像你这样心思多的地仙，我见得多了。真是废物！我不过随手一挥，你这半条命就没了。恬不知恥的東西！再敢私下见北川，我保證讓你在這九重天徹底灰飛煙滅。景兒，我看他這雙眼睛挺不順眼的，給我啄瞎了。這畜生竟被血激起了性子。景兒，把他身上的肉一片片撕下來，今晚給你加餐。神女，北川上神快到了。好了，景兒，停手。听好了，待会儿北川哥哥問起來，就說這個地仙為泄私憤，先攻擊了景兒，是因為他大逆不道，才惹得景兒被迫反噬，明白嗎？剛才交代你的話，聽到沒有？對，就這麼跟上神說。攻擊神女靈寵，活該受傷。這種賤婢，上神也保不了他。一會兒就把他帶回去，沉浸寒潭思過。阿尋，那你最好是真做過，不然你就白挨罰了。神女，小仙知錯了，現在知道認錯了，晚了。小仙以後再也不敢了。神女，我有一枚北川上神在人間留下的玉佩，那是上神唯一的舊物，我想交給神女抵罪，可以嗎？拿來看看。神女，你看。我的臉！玉器见凉！就算我今天灰飞烟滅，也只能換你身邊一個畜生的命。賤婢，我要你永世不得超生！死於你個樂子！看清楚了，那把斷劍上有煞氣，這輩子你臉上的傷都別想好了。每一夜，我都忍受着魔物內核的殺氣侵蝕皮肉，只為此刻的一搏。子英，這是怎麼了？北川哥哥，還不都是你那個人間帶回來的未婚妻？她入魔了，她想要我的命！死了就死了，一個凡人罷了，只要你沒大事就好。這魔氣越來越重了，連咱們這些上神都快壓不住了。還不都是因為神魔井？那地方也不知道怎麼了，整整翻騰了200年。我聽說，自從200年前那個入魔的地仙落進去，神魔井就再沒太平過。喂，聽說沒？自從200年前那個入魔的女地仙落下去，這井就沒消停過。一個地仙，就算跳下去變了鬼，還能翻出什麼浪花來？頂多也就是給井底那幫老魔頭塞個牙縫。也是。行了，快點幹吧！今天北川上神和司音神女要親自帶隊除魔，咱們趕緊收拾完過去，沒準還能撈着點上神漏下的靈氣丹。我也要去。這神魔井有什麼好收拾的？200年了，難不成還能真有魔頭從這兒爬上來？二位剛才說今天是誰來除魔？魔物，這怎麼可能？神魔井出怪事了！爬上來的自然是我這個當年被你們神女親手扔下去的倒霉蛋。
怎麼，200年不見，九重天的劍還是這麼鈍？怎麼都不說話？刚才不是聊得很開心嗎？告訴我，今天是誰來出沒？是北川上神和司音神女。北川、司音，原來還是这2位老熟人。魔物，我同归于尽！我要跟你同归于尽！既然不知道叫什麼，那就叫你阿紫吧。阿紫，你說這9重天的地仙，要是跳下神魔井，會怎麼樣呢？你覺得呢，阿綠？我覺得會死，絕對會死。真的嗎？可神魔井之下到底有什麼？從沒人回來告訴過你們，誰都不能確定的事，只說會死，是不是顯得有些太不嚴謹了？這樣吧，我們把阿紫扔下去，看看他到底會不會死。你覺得這個主意怎麼樣？哎呀，失手了！阿紫，你这個大魔頭，你居然真的把他扔下去了！行了，還沒哭完，問你個事兒。尊者想問什麼事？尊者，這9重天的地仙不都是配有傳訊符嗎？剛才跟我在這兒耗了半天，你怎麼不乾脆捏碎傳訊符？通知那些高高在上的上仙過來救命。傳訊符那是上等寶貝，太貴重了，地仙想要得靠去天之涯除魔積攢積分才能兌換。9重天真是一日不如一日，以前還裝裝樣子，現在連這幾張破符紙都要從這些地仙身上克扣。也是，那些道貌岸然的上神們，為了維持這仙界的排場，日子想必也過得緊巴巴的。阿綠，你說剛才被扔下去的阿紫，現在是死了還是活着？阿綠，你說如果我們一直不去看井底，那阿紫現在是不是就處於一種一邊死着一邊又活着的狀態？不死不活，永生不滅，上神們求了幾萬年的長生不老，不就是這個境界嗎？不如把那幫高高在上的上神全扔下神魔井，大家都不去看結果，這9重天不就全員永生了嗎？阿綠，你放心，你是我回9重天認識的第一個朋友，我不會扔你下去的。誰跟你是朋友啊？你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大魔头！咱們聊了這麼久，還一起經歷了阿紫的人生大劫，這過命的交情怎麼不是朋友？你胡說，你甚至連我叫什麼都不知道。名字不過是身外之物，你以後就叫阿綠吧。我叫阿綠。200年了，這副虛偽的景象真是一點沒變。大家加把勁兒，只要耗盡魔物的煞氣，北川上神就會出手收服。拿了積分換仙丹，成了上仙就再也不用回這鬼地方出魔了。阿綠，你瞧，那2位上神就在樹上站着，手指頭都不動一下，非要地仙拿命去填。地仙這麼弱，萬一死光了，北川和司音豈不是虧大了？你不懂，上神要是現在動手了，哪還有地仙立功的機會？立個功不容易，天之涯除魔是地仙唯一的出路。我們的壽元是有定數的，想留在9重天，就得拿積分換增寿丹，哪怕是為了活命，也得衝。哎呀，我就納悶了，這當個地仙到底有什麼好的，能讓你們連命都不要？能成仙當然好。等地仙攒夠了功德，修成上仙，就能與天地同壽，享萬年福肉，那可是大造化。这就是大造化，當然是好。阿綠，我問你，地仙真的能修成上仙嗎？當然，這是9重天的規矩，只要功德圓滿，誰都能修上去。那我問你，從你成仙那天起，
這幾百年甚至幾千年裡，你親眼見過有誰修成了吗？哪怕是一個名字。反正就是有，大家入仙级的第一天都是这麼聽說的，總不能全界的神仙都撒謊吧？懂了，這就跟你覺得阿紫現在是生是死一樣，全靠腦補。你別胡說八道，你這個腦子裡只有殺戮的大魔頭，懂什麼飛升造化？我怎麼會胡說八道呢？阿綠，曾經的我也跟你們一樣，是個卑微如草芥的地仙，受過這穿心的煞氣，還被你們高貴的上神親手推下過神魔井。北川、司音，午夜夢回的時候，你們有沒有一瞬間想過，那個低賤不堪的魏虛會從地獄裡爬上來找你們？退下！太强了！不愧是东方木界神女，司音神针真厲害啊！北川战神也厲害，这才是上神之姿。未受傷者回營復命。被煞氣所傷的地仙，全部留下。完了，要检查了。緊張什麼？你不懂，這幾年煞氣太邪性，只要被碰到，就有可能被侵蝕，變成魔物。這些年，好多兄弟都沒能從這一關走過去。變成魔物，地仙也會變成那種東西嗎？不知道，大家都這麼傳，興許真會變成魔物吧。哼，魔物？那你說，魔物到底是什麼呢？你不就是從井裡爬出來的魔物嗎？居然還來問我魔物是從哪兒來的？是啊，我不就是魔物嗎？你猜猜看，這世上的魔物到底是從哪裡來的？司音，当年我留在你臉上的那道煞氣，這200年過得挺不痛快吧？你越是不痛快，我就越是痛快。你還有你們這幾個，煞氣入骨，沒救了。剩下的人滾吧。諸位辛苦，回去領取積分吧。上神神女，這怎麼行？我等該如何是好啊？我們也是為了九重天的安危才殺敵受傷的，難道就讓我們自生自滅嗎？就是，當初衝鋒的時候讓我們上，現在受了傷，竟然連條活路都不給，這也太沒有保障了。實力不濟，怨了誰？自己沒本事壓住煞氣，難道還要本宮替你們受罪？你神女，上神救命！我們只是受了點傷，還沒有入魔，求求你們救救我們吧！生死有命。從你們踏入天之涯修行那天起，就應當有這個覺悟。可是我們真的沒入魔啊，我們還清醒着。煞氣入骨，遲早會入。好了，北川，跟這圈垃圾廢什麼話？反正都是要死的，早死晚死有什麼區別？什麼？神女，你這是何意？原來我當年的自保，竟然連這隻畜生的命都換不掉嗎？九重天的命果然貴賤分明。這是為何？為什麼神女要攻擊他們？啊！我的內膽腹！要不是魏虚那個賤人當初帶着煞氣傷我，我堂堂神女何至於需要用地仙這種髒臭低賤的內丹來療傷？
他果然是一點苦都吃不得。那日我那一剑的煞氣，只要他肯損耗修为閉關排毒，本不会到這一步。可他偏偏選了最邪性的路，殺人取丹。魔物，神女入魔了！天哪，這根本不是在除魔，只是在以血養魔。北川上神，您看一眼啊，神女已经入魔了！北川上神，你就眼看着魔物杀人吗？北川上神，救救我们！司音，快點，別耽誤了回城的時辰。也是，他是他的未婚夫，怎麼會不知道他入魔了？可地仙入魔是死罪，神女入魔卻只需要幾枚廉價的內丹就能掩蓋。這九重天從來就沒有什麼天子庶民同罪。知道了，景兒，動作利落點，把剩下那幾個也處理了。住手！你這點本事，衝出去除了多搭上一條命，沒任何用處。在這待着，看好。什麼人？魔物，竟敢闖天之涯除魔陣！魔物，原來高貴的東方木界神女也知道自己現在是入魔了。司音，別這麼看着我。論起這滿身的煞氣，咱倆現在也算是一族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啊！神女大人，怎麼還攻擊起自己人來了？這魔物竟然生了神智，能開口說話。他知道，一個能思考、會說話的魔頭出世，對九重天意味着什麼。愣着幹什麼？還不快跑去九重天叫救兵！就說司音神女入魔，正要叛出天界，殺人滅口。快去告訴那些上仙，司音到底是怎麼療傷的。北川哥哥，多謝了。這些賤奴見過我的臉，死有餘辜。還有這個魔物，北川哥哥，快把他也殺了！萬一被別人知道這件事，我們就全完了。你是從神魔河之下爬上來的？不然呢？難不成是九重天開恩親自送我回來的？上神自詡救世主，除魔衛道，怎麼到了自己身上就做不成了？神女入魔，按你們九重天的規矩，不是也應當被處死嗎？處死我！賤奴，你這輩子也沒搞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你憑什麼與我相提並論？我天生神胎，上神之軀，我父親是東方木之主，我不過是入魔殺了幾個卑賤的地仙，能用他們的命壓住我的魔氣，那是他們幾輩子修來的福氣。你一個陰溝裡的魔頭，有什麼資格來質問我？除魔衛道，人人有責，殺你這種妖孽，我輩義不容辭。怎麼可能？魔头降世，殺了16個地仙，重傷了司音神女，速來支援！跑得真急啊，北川！你不是怕打不過我，你是怕我身上的煞氣勾起司音體內的狂心，讓他當眾露餡吧？上神原來也會怕疼怕死。阿綠，回魂。為何如此？為什麼神女會入魔？為什麼他們會殺死那些無辜地仙？這都是為什麼？為什麼上山神會殺人？阿綠，還記得我剛才問你的那個問題嗎？魔物到底是從哪裡來的？神魔井之下封印着上古魔神，五行之主除魔衛道，將其封印在天之涯。神魔井易散煞氣，煞氣入骨的地仙會入魔。可是，為何高高在上的上神也會入魔？
哪有什麼天生神胎，哪有什麼上古魔神？阿綠，神魔境之下沒有魔物，只有萬千地仙永世不得超生的屍骸。九重天上圣永生不滅的秘密，就在神魔境之下。天道之下，哪有高低貴賤，哪有高人一等？不過是一群欺世盜名之輩，竊得天機，对後來者敲骨吸辱罷了。阿綠，咱們有緣再見吧。流影石是我在神魔井下200年改良出来的，想毀掉，做夢！我倒要看看司音入魔杀害地仙的事暴露，這九重天還怎麼維持你們那高不可攀的體面？师父，你不是死了吗？呸！你才死了呢！我看你就是瞎寻思，睡糊塗了，还上天入地变神仙呢。你要是有這個本事，能不能動動手指頭，把關外的北狄人都變沒啊？這一切都是夢。晉北川呢？晉北川在哪兒？哪兒有什麼晉北川？我的副將，那個跟我自幼一起長大的晉北川啊！哼，你不會被北狄人打傻了吧？阿尋，咱們這支先鋒營哪兒來的什麼副將啊？師父，名冊裡為什麼沒有晉北川的名字？他是跟我一起長大的，他是副將啊！我再說一遍，咱們先鋒營裡從來就沒有什麼晉北川。你是不是練功走火入魔，練出異症來了？師父活得好好的，晉北川卻查無此人，到底哪邊才是夢？如果是夢，為何這裡的風沙味道這麼真實？朕要建此摘星台，遍覽長安美景。陛下，那軍費……建了高台，自然就沒有軍費，讓邊境那些人自己想辦法。保家衛國，到底是為了什麼呢？看什麼呢？陛下聖明，把建高台的銀子全給了咱們。去年冬天北狄人打過來，咱們兄弟吃得飽穿得暖，一舉就把他們打回了老家，收攏了殘兵，他們現在屁都不敢放。所以高台沒建，軍費也夠了。那是自然，等春天雪化了，老夫就帶你們打進北狄人老巢，把那些邊疆百姓全救回來。這幾次游擊戰打下來，這裡的血是熱的，疼是鑽心的。可能九重天和晉北川真的只是我臨死前的一場大夢吧。世上怎麼會有神仙？哎呦，阿尋，還沒打到北狄老巢呢，你就被這風沙迷了眼。師傅，阿勳那是捨不得咱們邊疆的草場。我看他是想回長安吃桂花糕了。阿勳姐，等打完這仗，咱們讓師傅帶咱們吃遍全城。一個個歪歪扭扭長這麼大，就知道吃。等進了王庭，老夫請你們喝最烈的酒，那是自然。師傅，喝水。當今聖上聖明，不僅免了徭役，連軍費都1兩不少。阿尋，咱們這仗贏得痛快。聖明，哪來的賤民，竟敢驚朕，驚本公子的駕！公子息怒，小徒魯莽，還請恕罪。這種賤民，我想殺就殺，留他一命以示開恩。阿尋，別犯異症了，整軍出發。這樣的人會成為明君嗎？師傅娘，師聖。
傻孩子，什么真真假假？你眼见之物就是真。你瞧，咱们打赢了，兄弟们都在，这不就是真吗？师父，你错了，真就是真，假就是假。一场美梦，我魏巡不做也罢。阿雪，你在干什么？阿雪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他是师父啊！阿雪，你一定是被北狄人的邪术迷住了，醒醒吧，我们不怪你，快把剑放下。这就是人世间最痛苦的酷刑，为我织一场美梦，让那些遗憾全都在这里圆滿。阿寻，过来，到师父这儿来，别怕。师父，即使这是夢，我也不愿醒来。这虚假的仁慈，我魏须偏不要。神魔井下的根本不是魔物。原来所谓魔物不过是昔日神族被封印的尸体。天生万物，万物有灵。这世上哪有什么魔物？所谓除魔，不过是让他们亲手杀掉这些在井底失去神智的同胞罢了。神魔本就一体。魏巡，是神是魔，你有种就给我一个痛快！别以为你救了这帮废物就能翻天，九重天不会放过你的。200年，我救下他们，带着他們解開了祭壇背後血淋淋的真相。除魔未到的神，成了為禍世間的魔。這世間之事，當真是諷刺到了極點。放我出去！魏巡，你這個魔頭，九重天不會放過你的！將軍，這個白衣服的怎麼處理啊？別的地仙都是被九重天那幫人當祭品扔下來的，唯獨這個阿紫，他是將軍您親手扔下來的第一個。總歸不能就這麼放回去，等他醒了，先帶他去看劉穎時，讓他瞧瞧他效忠的上神是什麼嘴臉。若他還是不開竅，就送他去織夢，在那兒當個清醒的死人。想起在上面見過的阿綠，他肯定以為阿紫早死透了。等哪天殺回去，我倒要當面告訴他，不僅阿紫沒死，這些年被他們捨棄的地仙都沒死。這都要多虧將軍，帶我們在萬年神谷的殺氣裡活下來。魏巡，你根骨不行，肉體凡胎也敢肖想身道，真是不自量力。肉體凡胎不自量力，可他們這些先天神胎，也不過靠着蠶食地仙血瑞高人一等。司音怕苦，一點煞氣就能入魔。萬年煞氣又如何？我這肉體凡胎照樣守得住心性。可見這所謂的高貴血脈，也不過是塊遮羞布罷了。先行者霸佔高位，後來者任人宰割。這公平啊，只握在少數人手裡，卻活在大部分人的嘴裡，真是可憐。萬年煞氣又如何？我這肉體凡胎照樣守得住心性。可見這所謂的高貴血脈，也不過是塊遮羞布罷了。先行者霸佔高位，後來者任人宰割。這公平啊，只握在少數人手裡，卻活在大部分人的嘴裡，真是可憐。五界之主根本不敢下來看，他們只知道一味往裡投祭品，除了地仙，甚至連普通凡人也不放過。這祭壇早被我毀了，這些溢散上去的煞氣，可是我特意為你們準備的驚喜。你們竊取五行之力，怕這神骨怕得要死，我卻不怕。我倒要看看，等你們失去神力那天，這高高在上的架子還能不能端得住？聽說了嗎？那水幕上的影子，司音神臣真的親手殺了那麼多地仙，哪還有假？沒看北川上神一直幫他隱藏嗎？那魔頭出來的時候，我親眼看見他們跑得飛快。傳吧，傳得越兇越好。
我看这九重天还能舞多久？真是可怕！司阴神女入魔了吧？不是说神女天生神体，长人间草木生长之力吗？那可是生机之本，怎么会惧怕煞气？这九重天打算如何处置神女啊？要是连神都成了魔，咱们这些小仙还有活路吗？人心可用啊，这些弱小的力量汇聚起来，一样能掀翻你们的神坛。当年扫地扫了这么多年，这谷里的每一寸暗门，我闭着眼都能摸清楚。老树寿元到了，前段日子就被司阴神女叫人挪走了。老树我呀，修行了800年苦修，飞升上界，最后就落得个被当成盆景景观。老树，这九重天真的给了你想要的东西吗？这是我的剑。谁派你来的？鬼鬼祟祟，在这挖什么？北川上神，别来无恙啊！阿寻，又生出幻觉了吗？这次的阿寻怎么看着这么真实？阿寻，你还是恨我对吗？你也该恨我。我费尽心机带进你上九重天，想让你长生不老，却终究还是护不住你。就算我助你成仙，也抵不过后来我对你的傷害，对吧？早知如此，当初我就不应當帶你上九重天。你該不會覺得助我成仙對我是大恩吧？原來你竟為我的死生出了心魔，這可真是太好了。知道你們過得都不好，我就放心了。我知道我不應該棄你於不顧，當初司陰他……你錯了，你不該不問我的心意就擅自決定帶我上九重天。難道成仙也是錯嗎？魏尋，世人都想長生，這種機會千載難逢，你能得到難道還不夠？我雖對不住你，卻也是真心實意為你好。為我好，北川，成仙有什麼好？永生不死又有什麼好？我在人間對得起大周百姓，我是鐵骨錚錚的英雄，為何死後非要在這九重天上跪着受人欺辱？這九重天繁華空洞，對我來說還不如那大漠裡的風沙。你幫我成仙，可問過我願不願意？如你們這般道貌岸然的神仙，這種恩情我不屑於此。我魏迅從不貪圖功名利祿，也不貪戀長生不老，我求的從來只有4個字：無愧於心。你們做上神的是不是都這樣自我感覺良好？以為人人都介於長生，想成仙，想富貴？我告訴你，我不是。這世間千千萬萬跟我一樣的凡人都不是。你是阿尋，你真的沒死？阿尋，你告訴我，這不是心魔，也不是幻想，對嗎？北川上神，當然不是幻想，是不是很失望？沒想到我還能從神魔河裡爬回來吧？阿尋，你入魔了！這世上入魔的人多了。阿尋，你糊塗，聽我的，不要再這樣執迷不悟。入魔不是好事，你這麼做為九重天所不容，大道3000都沒有你的容身之地。你若再執意殺戮，等到事情鬧大，便是我想幫也幫不上你了。幫我？北川上神，你何時幫過我？人間我與靖北川是並肩作戰的戰友，是自幼定親的親朋。但在這九重天上，高高在上的北川上神，與我魏勳並無半分瓜葛，不是嗎？天華何必如此自輕自作？這次我定能護你周全，不再讓你受司陰半點委屈。跟你走去哪兒？繼續在你的逍遙谷裡掃地，還是去你的後花園當個警官？同我去南方火之胎，我已借得無根之火，足以驅除你體內的煞氣。100年之後，在你護母中裡，我接你回九重天，許你一個仙位。什麼狗屁九重天，我從未放在眼裡過。北川，既然你是這重天的戰神，那就同我過2招，讓我看看你們這些道貌岸然的神仙到底都是些什麼成色的貨色。阿尋，你不要執迷不悟，我早已得中原土之劍傳承。你這點煞氣修為，根本不會是我的對手。我
我真的不想傷你。如今可不是你傷不傷我的事情了。天族戰神也不過如此。等着吧，我會將你們一個一個送入地獄。不過我要你們這些欺世盜名之輩，死在萬人唾罵之後。小女司音受魔气侵蚀，誤入歧途，為平息九重天之亂，全公義之名，本座當众大義滅親，處死逆女。北川呢？這都什麼時候了，北川怎麼還沒到？神女，北川上神许是有要事耽擱了。要事？還有什么事比本宫的死刑更重要？一群廢物！北川確實有事耽擱了，畢竟在那寒潭底下，他可沒心思顧得上。修行千年的神，竟還不如我一個凡人強引煞氣入體。什麼戰神，簡直做夢！這煞氣吞噬的越來越快了。阿尋，記住了，這人活一世，生死不在長短。要在臨死前問問這口氣憋不憋屈。人要是死得憋屈，這一輩子就算白活了。師父，這一仗我絕不憋屈。本座教女無方，司音入魔後，本座日夜憂心，嘗試萬種法門想拉他回頭，卻終究毀天乏術。如今既然紙包不住火，本座也只好大義滅親，為了九重天安危，也為了木界永世安穩。這群低賤的東西，竟然也敢看本宮的笑話！氣吧，司音，你這種從未受過屈辱的大小姐，這種場面一定比殺了你還難受。孽障！今日你我父女缘盡於此。障眼法救得了你的命，救不了你的疼。这份禮物，希望你能喜歡一輩子。木之主大義！既然神女都伏法了，那包庇她的北川上神又該怎麼處置？瘋了！木之主殺個女兒還不夠嗎？那可是戰神，上神和地仙能一樣嗎？憑什麼只處死神女？那北川上神一直包庇他，甚至還親手殺地仙滅口，就這麼瘋了？難道就這麼算了？死了一位神女，平息眾怒還不夠嗎？那可是天之驕子，怎麼可能跟咱們這些螻蟻一樣的地仙一樣對待？是啊，上神怎麼可能跟地仙一樣？走吧，阿绿，帶你去看看這九重天演的最爛的一出好戲。尊者、祖宗，我可以拒絕嗎？我一點都不想看，再這樣看下去，我也要被這真相逼入魔了。行啊，要不我現在就把你扔進神魔境，讓阿紫跟你做個伴，這樣你就什麼都不用擔心了。北川去哪兒了？回主子，尚未見到北川上神的身影。混賬！我兒受了這麼多委屈，連命都差點捨了。爹爹，乖女兒，忍一忍，爹給你準備了易容鏡。都怪那些低賤的地仙，一群螻蟻，竟然也敢逼我謝罪。這下好了，我堂堂木界神女，竟然只能靠這破鏡子變換現影貌，用地仙那種惡心的面孔示人。你且放心，先忍上幾十年，等風頭過了，爹替你做一場飛升假象，到時你便能重新恢復神女身份歸位。我要今日在台下叫囂，逼我謝罪的那些地仙，通通都死。神女，剛才叫得最歡的那幾個人都已經記錄在內了，下一時他們都會被派出天之涯執行除魔任務，到時候您可以親自去處理。哼哼，好，這些多嘴的東西，一個都別想活。北川呢？這都什麼時候了，他怎麼還不來接我？回神女已經派了好幾波人去催了。北川，你怎麼才來？你的臉色怎麼這麼差？出什麼事了？修行出了一點岔子，剛順過氣，不礙事。來了就好。北川，如今司音明面上已經殒命，用不得從前的身份，
就讓他先去你的逍遙谷養一養，等風頭過去。好。阿绿，瞧瞧这父慈女孝的场面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不意外，早就猜到了。木之主是什么人？他可是出了名的护短，怎么可能真为了我们这几個地仙殺了自己的親生女兒？司音是他最寵愛的女兒，入魔算什麼？殺10幾個地仙又算什麼？北川，為了救我，爹爹把攢了1000年的寶貝都用了。等我養好了臉，你一定要風風光光的接我回木界。自然，你先安心在這兒養傷，沒人敢來打擾。意外吧？算算時間，打進你胸口的那道煞氣，也該到發作的時候了。阿綠，驚心動魄的時刻到了，別眨眼。啊！這煞氣怎麼會這麼強？該死！要是現在被纏上，我也會徹底暴露。內丹，給我內丹！那是司音神女。司音神女不是已經大義滅親死在木界了嗎？她怎麼在這兒還成了魔？她成魔了！神女竟然真的成魔了！木之主，你不是說親手處死了她嗎？為何她會出現在北川上神的寒池？請給我們一個交代！她在怕這萬年神谷不甘的嘶鳴，這煞氣就是她這種偽善之徒最大的債主。別讓她靠近，她已經不是神女了，是魔！殺了她！木之主想救你女兒嗎？讓她下神魔井。你是何人？神魔井下神族古律，萬年不腐，煞氣四溢。神魔井下到底有什麼？還需要我為高高在上的上隼解釋嗎？處死魔頭！處死魔頭！司音神女如今入魔，九重天容不下呢。你到底想要什麼？當然是更多的祭品了。好，退下！都給本座退下！木之主，你這是何意？你還要公然包庇魔頭嗎？神女入魔，證據確鑿。您口口聲聲大義滅親，如今卻又要將她藏起來，簡直糊塗啊！難道上神入魔就不會危害九重天了嗎？大家都知道，入了這神魔井，哪怕是上神，也絕無生還的可能。夠了嗎？本座已親手將他投入神魔井，你們還想要什麼？這場戲，我看得非常滿意。賤奴，放開我！你們知道我是誰嗎？我父親是東方木之主，木之主已經和你們的主子談好了，送我下來只是走個過場。你們竟然敢綁我，我看你們是不想要命了。我們將軍回來了，爹爹果然沒騙我，說這井底有自己人接應。只要熬過這一陣，我還是高高在上的神女。喂，噓喲，神女大人，200年不見，你竟然還記得我這個賤奴的名字？神女大人真是好記性呢。當年在逍遙谷送您的那一件，神女大人至今，可還滿意？賤人，你個陰溝裡的賤人！將軍說話哪輪得到你這瘋狗吠腳？你想做什麼？我爹是木之主，他不會放過你的。司音，200年了，你難道就沒想過，這神魔井下的人為什麼不上去嗎？為什麼？因為封印啊！除了我這一身煞氣能來去自如，這裡所有的人都只能在永恆的黑暗裡等待封印鬆動的那一天。我們實在等待太久太久了，久到
快要发瘋了。上神之血就是解开这万年封印的关键，恐怕你那位高权重的老爹都不知道这件事。若不是我这200年在煞气里求活，偶然撞见了古神留下的传承，我也不会知道。所以我费尽心思在九重天布下死局，一步步逼你跳下神魔井。多谢了。救命！爹爹救我！师父以前教过我，杀人要先誅心。司音，这就是你引以为傲的神胎血脉，它唯一的用处就是送我重回九重天。司音，你瞧，这因果报应多准！当年你要是没有害我入神魔井，兴许如今你还是那个万众瞩目的木界神女呢。魏巡，你这个贱人，你敢杀我，他们会把你挫骨扬灰！你错了，如今是我魏巡不会放过他们了。你们这些自詡救世主的神，也该尝尝被左右命运那種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滋味。司音，你就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你那引以为傲的血脉身份是怎么被我这个贱奴踩在脚下的。解除了，随我杀回去！未曾被五行之力彻底化解了的古神之海，成了我们对付五界之主最好的武器。业就苍生，以天下为己任。屠龙少年变成恶龙，这种老舊的戏码，却总是在一次又一次轮回。是那些消失的地仙，他们不是入魔被杀了吗？魔头，这些地仙全都成了魔头，快集结！神台之上坐的从来不是慈悲为怀的神，而是一群自私自利的虚伪小人。九重天高高在上的神，也会怕死吗？还在看什么？魔头杀上来了！地仙先锋营，给本座冲上去，用你们的灵力耗尽这些煞气！去，这是你们成仙的本分。我们也是为了救国救民才飞升的，凭什么要给他们送死？百世善行换来的，就是给他们当牺牲品吗？对抗魔物有功者，本座承诺，木界上神之位立刻空出3位。火界空出5上去，本座亲赐神级。哼，看清楚了吗？在他们眼里，你们不是仙，只是明码標價的消耗品。還有水界，水界上神之位也空出3位，只要你們殺了這魔頭，立刻飭封。3位做成了上神，有了神力護體，是不是就再也不會推出去送死，再也不會隕落了？什麼狗屁上神位，那只是個等死的虛名罷了。只要這把高高在上的主子還在，咱們就算封了神，也永遠是他們腳底下的奴才。這些咱們地仙永無出頭之日。杀！这九重天早就該被燒成灰燼。北川該收帳了。他想匯集五行之力。如今，我就是九重天之主。阿尋，過來。阿尋，我說了，這一次我定會護住你。事到如今，你竟然還是如此虛偽。你想得到至高無上的力量，想當這九重天的主，這並沒什麼錯。但你偏偏還要為自己這一身血債找個冠冕堂皇的理由。北川，你可真是惹人花笑。不要不自量力。阿尋，我匯集了這天地間最純粹的五行之力，
你区区凡人之躯，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对手。不自量力这句话，我这辈子听的耳朵都起茧子了。可说这句话的人，后来都死了。你也不会例外。知府以前总说，这世上横啊愣的怕愣的，愣的怕不要命的。北川，我这样不顾性命引煞气入体的疯子，大抵就是那个最不要命的。阿玄，只要你放下剑，你我联手，这天下权柄皆能收入囊中。这种万万人之上的尊荣，你为何非要跟我作对？因为我瞧不上你，北川，你这种烂到骨子里的神，让我觉得恶心。阿玄，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魏玄，你疯了！若不是我当初費盡心機把你帶上九重成仙，你早就成了地府的一縷冤魂，哪有今日的造化？這種靠踩着地仙血肉換來的造化，我魏尋不要也罷。我早就說過，不是人人都像你這樣貪生怕死想成仙。我求的，從來只有4個字：問心無愧。天有陰陽，行於4時。地有5行，聚於9州。魏尋，得5行之力者，可成9重天新主。這天地本就不該有主。吾乃天道，魏希，功德圓滿，你所求為何？原来5行之力不僅封印了那些神骨，還囚禁了真正的公道。從今往後，5行之力歸於天地，這世間再不會有永生不死的神。修行之人，為了那一線生機與天爭命，可憑什麼？憑什麼有人一出生就能毫不費力地擁有一切？因果已斷，輪迴重開，你所求為何？所求？我求的大抵只是那一句憑什麼。憑什麼高高在上的神可以隨手塗抹無辜之人的命格？憑什麼心懷蒼生的地仙必須在上界為奴為婢？這世上有太多事，我都想當面問一句：憑什麼？天道許我一個願望，我選了人間。回到過去，回到人間，我想打完那一場沒有輸贏的仗。那是靖北川的劫難，所以注定會輸。而今，我想再來一次，沒有9重天的虛因果，沒有上神的隨手塗抹，這一仗輸贏我都認。大道不該如此之想，諸位可願為本將軍俯首？等等我，魏將軍。你怎麼也跟來了？神仙做夠了，太憋屈，陪你回來打場仗不行嗎？哎，你還沒說呢，我那日在9重城水鏡上，精不精彩？英不英勇？精彩，英勇。那是。走吧，阿綠。我不叫阿綠。魏尋，咱們都經歷這麼多了，你甚至還沒問過我的名字呢。好吧，阿綠，你叫什麼名字？